尽自己。现代男女总得要学会坚强独立，日子过得平静，不代表没有惊喜。早已习惯什么都靠自己，努力去争取，坚持到底。快乐的方式，我愿意都传授给你，无所谓合不合逻辑。哇哦，有时候虽然我也会闹闹情绪，不过只是无聊而已。哇哦，快乐的心情，我愿意都传达给你，只要能天天在一起。闹别扭也是生活上的一种情趣，偶尔受点委屈，其实又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这是我做好的评估报告。为什么不是给 A 就是给 B？ 那个 Vivian， 该介绍顾客进来见我的时候又不介绍，不该介绍的就偏偏带进来，浪费我的时间，证明他工作时不用脑，你还给 A？ 可是 Vivian 她Annie 呢？不是陪老公去复诊，就是带孩子去看医生，不然就说自己要去检查肚子，整天请假，你还给 B？ 她的老公心脏不好，儿子又得了哮喘病，现在她又怀孕了，她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重写，该给 C 的就不能给 A， 该裁的更不能心软。可是可可，你不是叫他们参加工会，有工会保护吗？那现在你应该向工会求情才对。何威，你这样不分好坏，包庇下属，我觉得你已经严重失责了。虽然我们是同学，但是如果你的工作表现不理想，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I already told you my son today must wear green shirt. Why you let him wear red shirt? Huh? You never listen to me, is it? Mom, sorry. I thought. I thought what? You don't always tell me sorry 啊 ，sorry no cure 啊 ，you don't tell me what and what 啊。发生什么事啊？我已经要交代清楚，说杰伦今天要穿绿色的校服，他就给杰伦穿红色的校服。小孩子上街随便穿就行了嘛。什么随便？你儿子今天有表演啊，而且学校老师已经交代说，所有同学都要穿绿色的校服啊。好了，换件衣服就行了，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嘛？他整天不是做错事就是忘记这个忘记那个的，哈，骂他一句他就顶我10句，我受不了这个你用了。Mom, if you're not happy, you can transfer me. Transfer? No transfer. I send you back now. 哼，进来。哎，可以啊，不如替他找一个新的雇主嘛，不一定要把他送回去不可的啊。再说他不适合我们，并不代表他不适合别人啊。而且他来我们家工作不超过3个月，总得一点时间适应一下。他们要借大笔钱才能出国工作的，如果我们这样把他送回去，会害了他的。我怎么样害他？我让他吃得饱睡得好，有些雇主还虐待女佣，我有吗？你是没有虐待他，不过他从早上5点做到晚上11点，时间很长很累的，偶尔手脚慢一点也是情有可原的嘛啊！你的意思是说我虐待他喽？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用再狡辩了，我说谁你就帮谁，在美容院是这样，回到家里也是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整天这样换女佣，不如不请算了嘛。地不用天天骂，衣服也不用天天洗的吗？不要请女佣，想累死我啊！家务事你会做吗？那如果非得女佣不可，就随便点，气量放大一点嘛。哦，现在又说我心胸狭窄了，是不是？是在你心目中大家都是好人，就你老婆我是坏人。也不想想我要打理美容院，回家还要照顾孩子，你竟然在女佣面前教训我！你小心一点嘛，他听不懂的，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我无理取闹，你停车！你给我停车！喂，哎，可丽，你回来嘛，可丽。你是好人，我是坏人，你最好送他上飞机，陪他回家乡，把他交给他的父母 ，OK？ 我这个黑心肠、心胸狭窄、无理取闹的女人，懒得理你。不要叫了，可丽，你回来啊！
瑞生，喂，小友下，哦，进来。我刚在楼下已经看完车险，没有事情就上来找你聊聊天喽。来，坐。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可丽咯，今天一大清早把女佣给骂走了，我只不过帮她说几句好话，就把脾气发在我身上。刚才啊，在交通灯前车停的时候，还开着车门就走，多危险啊！原来可丽姐也会这样，我以为只有可可才会说下车就下车。这拿她没办法。你说她们姐妹两个，虽然平时没怎么打交道，不过脾气和性格却那么像。她们两个这样相像，倒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们两个是姐妹嘛。我就是不明白，你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也可以这样相像，连这样的女人，你们也可以忍受得了。因为我爱她。那，连讲话都是同声同气的。我看了，你们两个是被爱情蒙蔽了眼睛，冲昏了头脑啊！哎，结婚之前呢，什么缺点就可以看成优点；结婚之后呢，缺点怎么看就是缺点，这就是爱情不一样的地方哦。听见了没有，瑞生？所以我说呢，结婚之前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不要像学良这样迫不及待把自己送进爱情坟墓里。一旦进得去，要出来是很难的。喂，杰森，不要吓跑未来的妹夫啊！小心我岳母拿刀砍你的。不是吗？明明爱吃 curry puff， 却苦着脸陪人家去吃什么 Apple Studio 的。口味的东西能迁就就迁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吃一时跟吃一辈子是不一样的，你还是考虑清楚吧，别说我没提醒你啊。总之啊，人没有十全十美的。还是我的何薇好，美丽大方、温柔体贴，脾气又好，又不挑剔哦。这样好的女人到哪里去找？喂，你这样说好像人家已经是你女朋友了。她有答应跟你约会吗？不过她昨天说有空就会陪我吃饭的嘛。刚才杰森说的话，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伯母有机会拿刀来砍你的。其实呢，这女人是要哄的，你买点可丽姐喜欢吃的东西，哄哄她就可以了嘛。因为像可可这样啊，买 Apple Store 就可以哄得了。可丽很难伺候的，有时候买东西给她吃啊，还要挨骂的。可丽，还不接？哦。喂。喂，你死到哪里去了？啊？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回来？真的蠢到把他送到回家上去啊？啊，我还完车钱，我现在马上就赶回来啊。喂，是我的，可可。她们两姐妹频率相同，你说会不会同一天发脾气啊？我只知道，要是我再也不接她电话的话呢，她肯定就会发脾气了。那祝你好运，我先走了，拜拜。喂，瑞生啊，我的报告书终于赶完了，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吃午餐。好啊。可可，我知道你给我评估很差，求求你手下留情，趁经理还没回来之前，重新帮我写过好吗？你的表现如何，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只是秉公处理。可是我有2个孩子要养啊，加上1个还没有出世，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的。对不起，那是你的私人问题，我爱莫能助。我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有什么苦劳？你是全公司缺席率最高的员工，丈夫生病要请假，孩子生病、考试、上课都要请假，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又不愿意加班，现在又要生第3个。我看你是不在意这份工作，你在意的是政府给你的婴儿花红和那2个月的产假。留下你对其他的人很不公平的。你做人不要太过分了，山水会有相逢的。Karen Low， 你为什么把公司的机密泄露出去？我没有啊。我今天才把评估报告送过来，经理在总行开会都还没有回来。要不是你泄露出去，哎，你怎么会知道？最近的经济那么差，大家都很怕会被。哎，你求我，我只是出于好心。别以为我没有资格写你的评估报告。我告诉你，我会把这件事告诉经理，叫他重新评估你的工作表现。
10块钱。嗨。这么巧？啊。从早上忙到现在了，还没有吃饭，饿死了。我喜欢吃卡瑞帕。我还以为你只喜欢吃苹果酥饼。那是可可，不是我。我喜欢吃这个。买这么多东西啊？哦，我帮同事打包。我先走了。再见。你们银行什么时候开始裁员啊？当然是越看越好。留着那些无能的员工，只会削薄我们这些好员工的福利。我知道现在这种情况，裁员是无可避免的。不过你身为上司，在通知员工的时候，要技巧一点。你是说我不会说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尊严，不要那么无情。你凭什么说我无情？你那位同事 Annie， 她求你重新写过她的评估报告。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她的孩子就要出事了，你要设身处地的为她想一想。你不觉得她很自私吗？为了那2000块的婴儿花红和扣税，生了又生，别人在拼命工作，她在享受产假，完全不顾公司的利益。可可，我不是一个女人，不过我也知道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孕妇跟你一样卖命工作的。所以我最受不了她这种员工，每3、5天就要请一次假，什么借口都说得出。很多女人一旦结了婚，都是以家庭为重的。家庭为重就应该留在家里看孩子，干嘛工作不做好，薪水还照拿？我们未必是贪心那些薪水，有可能是生活费太高了，靠她老公一个人不够。不要再替她说话了，这是我的公事，用不着你操心。我继续酒店。喂，何薇啊？我不是何薇。哎，这不是何薇的电话号码吗？你打错了。瑞生叫我把这个还给你。这是谁的电话？你的。听说在油站不知怎么的会调乱了手提电话。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拿错了电话。原来是你拿错了他的电话。刚才瑞生问我银行裁员的情况，还问起了我写Annie评估报告的事情。奇怪，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公司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到处跟人家说？你的职业道德有问题吧？我没有。我不知道你告诉瑞生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我要告诉你，没有用的。在工作上我没有错，在感情方面，我和瑞生从大学开始到现在已经那么多年了，我们的感情很稳固，不是那么轻易被人3言2语就能破坏得了的。可可，我知道你最近常常和瑞生他们去老人院，你很有爱心，可是我也要劝你，别白费力气了，因为你是赢不了我的。谢谢你啊，许小姐，下个星期见，拜拜，拜拜。晚上8点半哈，Mrs. Cole。好，没有问题，我叫妹帮你做。OK， 晚上见，拜拜。
老板娘，今天的 appointment 已经满了，你还接新的客人，我一个人怎么做得完啊？哎呀，多做一个客人花不了多少时间的。老板娘，我现在连上个厕所、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你想赚钱，又不肯下手帮忙，我一个人怎么应付得来？喂，本来多拿就应该多做的嘛。现在每个行业都在减薪，你不要忘了，我刚刚加了你200块钱的薪水啊。不用走了这么久，你到现在还不请人，给多200块钱就想做死我啊？我现在每天做到腰酸背痛、手又痛。我们9点钟放工，你还接8点半的客人，我到底还要不要回家的啊？这种工作我做不下去了。哎，妹，你听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行情那么坏，要找份新的工作很难的。反正大巴牙一早就有人拉我过去了。哎，大巴牙，喂，你住玉朗嘞，玉朗搭巴士到大巴牙很远呐，要花时间，要花钱，而且我现在给你的薪水是2000块钱1个月，那边给得起吗？我宁可拿少一点钱，也不要做到手都抬不起来。我现在就走。喂。喂，妈咪，我肚子很饿。哎呀，儿子啊，你叫Annie帮你做饭吗？Annie说她生气跟爆，不可以煮东西给我吃。啊 ？Harry， 我发誓。Hello， 我要换女佣。蒋太太，又有什么事啊？什么事？你这个Annie来不了2个礼拜，第1个礼拜就给我拉肚子，第2个礼拜你看，整身生 chicken pox， 还好我家的小孩子全部都生过 chicken pox 啦。他们又不是机器，难免会生病的嘛。哈，你现在是说我挑剔啦？啊，我是说你们公司是随随便便塞一个女佣给我，为了赚钱，还说什么经过专业训练的。我请她来是来照顾我的孩子，反而现在我要来照顾她，我不管，我要换一个女佣。蒋太太，你这个月已经换了3个了。你以为我想的啊？每一次换一个女佣，我要花一段时间来教她，不好我要特地送她回来啊，浪费我很多时间，你知道吗？蒋太太，说好你付338块钱，只能换3个女佣，可是你前前后后已经换了5个了。既然你对我们的女佣这么不满意，我也没有办法了。你现在什么意思？啊？不想做我的生意是吗？别家代理都1分钱都不收我的，你们收了我的钱还不负责任。我跟你说，我以后不会再光顾你们了。哼！给我，给我，没有，结了，要给你回，还给我。喂，你干嘛打弟弟？妈咪，姐姐打我，好乖。你干什么？哈？把屋子弄得那么乱，还欺负弟弟？上次等我CD 来玩的。哪里 CD 又怎么样？哈？你现在几岁？哈？书还没有读好，去学人家迷偶像？啊？还是这几个长头发的、唱歌乱七八糟的男孩子？什么时候学的那么坏？还有，谁给你钱买 CD 的？谁给你钱买 CD 的？你说不说？谁给你钱买 CD？不用说，一定是你daddy，对不对？daddy 呢？弟弟煮东西给我们吃。回你的房间读好你的书。家里已经没有工人，你还煮什么煮啊？你还嫌这个屋子不够乱吗？要弄到整个厨房油油的。孩子肚子饿了嘛？还有啊，这些碗为什么没有洗？洗碗机用完了。用完不会去买啊？啊？可是我什么我去买啊？可是，哼。好，我这就去买好了。一定又是忘了拿钥匙。我找表哥。什么表哥？你找错人了吧？你是表嫂吧？我是佩欣啊。我不认识你。呢，你们在怡宝结婚的时候，我有去参加的。那么久的事，我怎么会有印象？你来这里干什么？哦，我来这里工作的，今天刚到。哦，你表哥他出去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啊。啊，姨妈叫我交给你们的。又是嫌一个马尖，我们不吃这种东西的。你进来等他再说了。哦，谢谢。杰乐，你干什么？妈咪，对不起，我饿了。哎呀，儿子，你饿，你跟妈咪讲嘛。你看你弄到整个屋子肮肮脏脏的，你听话好不好？现在妈咪又没有佣人，又要忙家里，又要忙工作，头很痛的，你知道吗？
表嫂，让我来吧。怎么这么干净呢？ Daddy， 很好吃哦。表哥，佩欣，我就奇怪家里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干净？原来是你来了。别说的这么夸张。真不巧，我的牛刚走，所以家里有点乱。平时很干净、很整齐的。不，你在干什么？哎呀，怎么说你都是客人嘛，这些东西由我来做。到客厅坐一会，碗筷就出来了。佩欣，来，喝杯茶。谢谢。你怎么会忽然间来了？不是说好下个月才到的吗？反正吉隆坡的工作也辞掉了，这里的新公司又需要人，催我早点上班。你那么快找到工作啦？是啊，我在吉隆坡通过面试才过来的。哦，那你现在住哪里啊？我们家附近有几家酒店，很便宜的，一个晚上还几10块钱而已。可丽的意思说，我们可以帮你找一个住的地方，靠近你工作的地点，方便你上班。不必了，我公司会帮我安排住宿。那很好。哎，你还做美容吗？是啊。哈？你做美容的啊？有没有文凭啊？我在怡保读了2年的美容课程，在吉隆坡做了3年的美容师。真的？那除了美容，你还懂得什么？我也会按摩。按摩你也会啊？哎呀，看不出来哈。啊，表嫂，你说的酒店在哪里啊？表哥，你可以帮我安排吗？哎，你不是说你公司有安排宿舍吗？可是我明天才去上班，今晚……哎，今晚你可以住在我们这里。不用了，不要麻烦你们。不麻烦，只要你不嫌地方小，我们这里有很多房间的。那好吧，我今晚就先住在这边。不只是今晚，以后你每个晚上都可以住在这里。你的美容院在哪里？我也不太清楚，听说他们有很多家分行。哎呦，这家美容院的生意很差的，骗人的。我听说他们刻薄员工的。啊，那怎么办？我已经来了。其实啊，我是开减肥中心的，要不然这样，你过来帮我的忙，我不会亏待你的啊。那我跟你说，他们给你什么条件，我也给足你，我还包你住宿，包你3餐免费的伙食啊。你也懂啊，这一行很复杂的，你那么单纯，很容易给人家欺负的。你帮我做的话，肯定你表哥会很放心的啊。就这样说定，明天一大早你就打电话过去推掉他们的啊。哎，跟他们说，你找到新的工作了，不做美容师了。来，就在这里而已。来。那，佩欣啊，这个房间不会太小吧？不会，可以住就行了，好过我在外面租房子。不如跟我的女儿一起睡吧。不行，捷运睡觉会踢人的。哎，我看你还是自己一个人睡比较好。反正房间只是用来睡觉，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对了，哎，你看。这间房间不错的，楼顶又够高，厕所又在旁边，很方便的。那空间又大，空气又好，晚上睡觉不用开冷气也很凉爽的。我看你坐了一整天的车，一定很累了，早点休息吧。哎，我们先出去吧。哎，对了，你有没有习惯早起的？我习惯6点起身。哎呀，那太好了，我的女儿也是6点起身的。最好你能够帮我呢做一份早餐给她吃，然后陪她到门口等校车来接她。好啊。哎呀，谢了哈，那你早点休息，不要超过6点起身，最迟5点半。克里亚，你怎么可以把佩欣当女佣来使唤呢？我哪里有啊？哼！而且天下哪有白吃白住那么好的事情？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嘛？啊，客人过了明天他就是我们的工人呐。你这个做表哥不要那么多事啊！是你的表妹自己说她不介意的，而且你自己想想看，包吃包住包工作，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事情啊？她现在只是一个初级的美容师啊，我现在给她的薪水是等于一个高级的美容师啊，你懂吗？可是根本是2个人的工作嘛。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很累了，我明天还有很多 appointment 啊，我现在要冲凉睡觉了。可丽亚。
你赶时间是吗？拿去用吧。Hello, good evening, class. This is the first lesson, so let's start on price determination in the short run. Okay, we are most interested to find out how profit maximizing firms determine output levels and prices under different. Sorry, I'm late. It's okay, please take a seat. Okay, let's continue. Find out how profit maximizing firms determine output levels and prices. Sorry. And pric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the four market structures. The two models used in economics to study output and price determination in the short run involves number 1. 杜振宇，你的雨伞，谢谢你。不好意思害你着凉了。哦，早知道是同一个地点，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你为什么不早说？你都没有给我机会说啊！你把雨伞塞给我就走吧。我赶着来上课，怎么知道？还是知道。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上课？我为什么不可以来上课啊？你是牙医，读商业管理对你有什么好处？未雨绸缪啊！如果有一天我不幸被裁的话，那我自己还有一条后路。开玩笑，现在一缺老师，二缺医生，你这种工作简直就是金饭碗，怎么打也不会破。那你呢？一个堂堂 FairPrice 经理，那么忙你也跑来上课啊？我呀，求知欲强啊。外面还在下毛毛雨，我送你回去好吗？停车！停车！还没到你家呀？我妈在那儿。谢谢。想想啊，刚才谁送你回来呀？你看到了？我就是没看到才问你嘛。同学咯。哇，你第一天上课就有人追你了？什么追？只是顺路送我回家而已。哎呀，你不用骗啦，男人如果没有企图，是不会这么好心的。你什么时候带他回来见我啊？妈，说话说到哪儿去了？哎，你已经26岁了，是时候交男朋友了，不用不好意思的。妈，我们今天才第一天认识。哇，才第一天认识就这样献殷勤，肯定有问题。哎，他有车嘞，家里是不是很有钱的？我怎么知道？总之呢，不要忘记我跟你说的5C 呀。5C？ 我们现在流行5B 耶。哈？什么 5B？ B for BMW, Billionaire, Bungalow, Brains， 还有比 C 的条件还高嘞。还有一个是什么 ？B for Bath。哈？什么 Bath？Bath 就是冲凉，我要去冲凉啦。冲凉？冲凉有什么了不起？
拿了我们 FairPrice 的东西还没有还钱。拿什么？神经病！这是什么？这个哦，我只是拿袋子买东西罢了。那你买了什么东西呢？我还没有买东西。还没买东西，为什么就离开？我要去厕所。哎呀，你这么凶，不要买了。那。还有呢？没有。没有？那请你打开袋子，让我看一看。好像是在前面。这边。对，这边就是这边。哎，你妈呢？妈，你为什么又偷袋子？哦，又偷？那就是说你已经偷过我们的东西好多次啦。他乱说，我只有这一次偷，拿而已。又是你，经理，你看。哎呀，全部人都是这样拿的吗？你们这么怕人家拿，就不要摆在那边。别人拿的比我还多，又不见你们去抓他们。别人有没有拿我不知道，我抓到了你。杜经理，我妈只是一时糊涂。拿1个2个是一时糊涂，拿3卷就是存心。而且根据他女儿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向上头汇报了。对不起，这次我恐怕帮不了你。偷东西，你看现在为了几卷袋子，搞得提心吊胆，值得吗？一定是那个臭经理故意要整死我，还扮很无奈的样子。哼，假好心。妈，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怪别人？就是嘛，上次啊，你偷他们的手推车啊，他们已经警告你，给那个机会，你还死性不改。嘿，那些袋子放在那里都是任人拿的嘞，我只不过拿多一点点。还有啊，这次拿的比上次少很多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还执迷不悟？你们现在怪我了哈？哈？你们看我不顺眼，你们觉得我丢脸是吗？我不吃了，20算了。妈。想想，对不起，今天的事我帮不上忙。我没有怪你，是我妈的错，你们只是公事公办。放心啦，我不是那么不明白事理的人。哇，Sam，这些工作让我来吗？你是老板的儿子，应该留在冷气房，不用做出工的吗？我们要从最低层开始学起啊。哎，其实安迪说的也对，你们做老板要是什么都会的话，工人就不会欺负你了喽。这些工人都做了那么多年，经验也很丰富了，而且他们对公司也很忠心啊。哎，知人知面不知心，要是出了时间这样的一个人，公司就会给他弄乱了。你看公司现在，每间工厂总是会有些挫折的。哇，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这么会想啊！哎，对了，听说你向公司申请资助去上一个什么叫 WISE 的英文课，对吗？对呀，就是因为以前不用功，要这时间帮忙，结果给他利用，所以现在我一定要好好读，不会再打瞌睡了哈。谁跟你讲的？哎，不会了。哎，明天做好了借我抄哦。OK。哎，可怜，哎，可怜。Miss 可怜，哎，喂，哎，可怜，我送你回去啦。不用。哎，可怜，让我送你回去啦。不用。哎，可怜。
要坐我的波波车啊？我的钱包不见了，你可以借我2块钱吗？钱我就没有，还有吗？我有多一个嘞，你让我送你回去啦。哎，你不要跟我讲你要走回去嘞。哎呦，这边坐巴士都要半个小时，你走回去最快都要2个多小时啊。我走快一点哦。哎，就算你跑回到去都半夜了嘞，你不怕肥婆骂？不要摇嘞！你第一次坐波波车咩？哎，扶好啦，哎，扶好。我哪里？用你的手扶住我的腰，这样坐的比较稳的。来。可怜啊，你的脸受伤了？没事的，没事的。哎，你怎么了？怎么受伤了？你跌倒啊？哎呦，蛮严重的，你怎么跌倒？你们去看医生。啊！这一个死蠢啊，昨天晚上下课的时候踩到狗的尾巴，被狗追到跌倒啦。哎 ，Lanky， 啊，你怎么受伤了？哦，昨天晚上下课咯，给狗追到跌倒嘞。哎呀，怎么这么巧啊？他可怜下课的时候被狗追，你下课也被狗追。哇，你们学校的那只狗真的很凶啊！你为什么不讲是被猫追？我怎么知道你也跟我一样想被狗追？哎，来 Lanky。可怜，喝咖啡啊！你为什么不要讲给色狼追？我讲被色狼追，他们会相信吗？那你还痛不痛？当然痛啦，都是你不好，我都讲了不要坐你爸爸车了，你就叫我坐。总之，以后我不会再做了。哎，你老婆呢？在路上煮饭啊？哦，今晚不煮饭呢，出去打包了是吗？她不在更好，我跟你讲。免得他每次见到我来呢，就怕得半死，好像我会把这个店里面的东西都拿光似的。哼！阿西啊，这些鲍鱼是不是新货啊？跟我呢，拿1包白米，1包白糖，我要新货啊，不要旧货。哎，喂，你什么意思嘛哈？你学了你老婆，看到我拿东西你就叹气，我等一下自己还钱喽。大姐，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叹什么气？我自己烦自己吗？你有什么好烦的？告诉大姐，我去替你出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刚才一进来就觉得你不对劲了啊！平常你老婆不在，你一定喝啤酒的，但是今天你好像连开水都不喝。怎么喝得下？为什么喝不下？阿英在楼上。啊？他在楼上，我讲话那么大声，他没有理由听不到，他为什么不冲下来？吵架了。他病了。他病了。
这种人也会生病啊！一定有事情发生的，还不告诉我？哎呀，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告诉我，就算我帮不上忙，我也能替你诉诉苦啊！什么大事情？你在说什么？哼，还想瞒我？是不是你告诉他的？我都跟你说，谁都不准提。呀，大姐又不是外人。是啊，我知道你是怕被外人笑，但是你放心，我不是外人，我是你们的大姐呀。再说家丑不可外扬，我怎么会到处讲你们的是非呢？不过呢，偷窃是犯法的。你没有看报纸啊？报纸时常有登的那些人在超级市场里面偷东西，都被控上法庭啊。大姐，没那么严重吧？啊？怎么不严重？我说的够轻的啦。如果像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捣蛋，就罪加一等。到时呢，法官可能会重判，可能他会判你罚款，再加坐牢，可能要加几鞭呢。大姐，不要再说下去了。阿英啊，你一整天没吃东西，我去煮一点东西给你吃哈。我不吃，不吃。为什么不吃？能吃的就多吃一点。到时你在里面坐牢的时候，你要吃什么都没有的。你没有看那个电影《女子监狱》？哇，里面多黑暗，你知道吗？糟糕了，你这把年纪才进去，都不知道有没有命出来。阿英，你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啊？哎，你们都上楼来，杂货店不是没人看，我下楼看店。哎，不用，哎，你干什么？哎，不让我爽。哎呀，不用啦，刚才我们上来的时候已经关店了，你就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怎么不担心啊？还好啊，他在家里面病啊。如果他在监狱里面病啊，惨咯，没有人照顾啊。大姐，不要再吓他啦。我不是吓他的，我是担心他的身体呀。真的在里面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的。够了，不要再说下去啦。好好休息，没事了哈。谢谢你啊，安迪。哪里，不要客气。华婶啊，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全身风湿，老毛病。哎，真不好意思啊，还要你替我抓药。客气。要是这些中药吃了有效，就可以多吃几天。就是啊。几10年的老毛病了，还要做这些洗洗窣窣的泡水工作，哪有那么容易断根呢？哎，我不是教他阿珍让你少做这些需要泡水的工作吗？怎么样，他对你还好吧？有时工作多，大家都忙不过来，分工合作是应该的。他对我还好了。什么还好？你跟他讲了之后，他在你面前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可是在背后他就……别说了，给他听到就糟。为什么不能说？我又不是撒谎。你知道我妈最近年纪大了，不能忍药，他却不让她。够了，彩霞。好了，我知道了，华婶，不要紧，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我会再跟阿珍谈一谈的。谢谢你，安迪。彩霞，走吧，我们去做工。好，走吧。至少不会让你掉眼泪，就算什么都不缺，也别转开你的脸。